各位好，欢迎来到美股坐标系。亚马逊过去12个月的自由现金流只有12亿美元，去年同期是259亿，一年时间蒸发了95%。但你打开任何一个财经新闻网站，看到的标题全是亚马逊一季度大超预期，每股盈利干翻华尔街70%。这两件事是怎么同时发生的？一个公司一边说自己赚翻了，一边手里能自由支配的现金几乎归零，到底哪个是真的？两个都是真的，只是他们说的不是同一件事。这正是今天想跟各位聊聊的点，因为这中间藏着判断亚马逊这只股票到底值不值得现在买的关键。先把账目摆出来，亚马逊一季度营收1815亿美元，同比涨了17%，超过市场预期的1770多亿。净利润303亿美元，摊薄每股盈利2块7毛8，市场原本只预期1块6毛多，等于多赚了快70%，听起来确实漂亮。不知道有没有人关注过，这303亿净利润里有168亿美元不是卖东西卖云服务赚来的，而是亚马逊投资 Anthropic 这家公司的股权，账面浮盈兑现到了利润表上，换算下来每股盈利里有1块2毛4，纯粹是这笔投资的账面贡献，跟他本业到底卖了多少货， AWS 到底卖了多少算力没有直接关系。打个比方，这就像你今年工资没涨多少，但你10年前买的一套房子突然评估涨价了，银行让你把这笔涨价记进你的年收入里，你的生活确实因为这套房子更宽裕了，但你不能拿这笔钱去衡量你今年工作表现到底好不好。亚马逊这一季的利润里相当大一块就是这套房子涨价。那真正的经营情况怎么样？要看现金流。亚马逊过去12个月靠做生意实打实赚回来的经营现金流是1485亿美元，同比涨了30%。这个数字是健康的，说明它卖货、卖广告、卖云服务这些主业确实在持续往里面进钱。问题出在另一头，花钱的速度。过去12个月，亚马逊买地、买服务器、买芯片这些固定资产投入达到1473亿美元，同比暴增7%，一进一出相减，自由现金流就只剩下12亿。这笔钱花在哪儿了？基本就是数据中心和 AI 算力。管理层自己说了，2026年全年资本开支大概要到2000亿美元，这个数字比 AWS 这个云计算部门一整年的营收还要高。一家已经盈利的巨头，一年砸的钱比自己最赚钱业务部门的全年收入还多，这种情况在过去的科技公司历史上基本找不到先例。所以先说亚马逊看涨的理由，这部分确实站得住脚。第一， AWS 在加速，不是放缓。这一季 AWS 营收375亿美元，同比涨了28%，这是过去15个季度里最快的一次。要知道，云计算这个生意基数已经很大了，基数越大，增速本该越难往上走，它反而在加速，说明前2年市场担心的云计算见顶，至少现在没有发生。AWS 这一块的营业利润率还做到了 37.7%， 说明这不是靠烧钱换增长，是真金白银的利润。第二，订单储备很厚实，管理层在电话会上披露， AWS 目前手里压着3640亿美元的合同订单，这还不包括最近跟 Anthropic 签的超过100亿美元的新单子。这个数字代表什么？相当于客户已经签了字，留了钱，未来几年要陆陆续续把这些云服务订单兑现成营收。订单储备后，意味着接下来几个季度的收入相对有保障，不完全靠临时拉新客户。第三，自研芯片业务起来了，亚马逊自己设计的芯片年化营收已经超过200亿美元，而且是成倍速度在涨。这件事的意义在于，亚马逊不再完全依赖英伟达的芯片，它可以把更便宜的自家芯片塞进自己的云服务里，省下来的成本理论上能转化成更高的利润率，或者更有竞争力的报价去抢客户。第四，广告业务已经悄悄做成了一个独立的大生意，过去12个月广告收入超过700亿美元，增速维持在 22% 以上。这块业务几乎不需要额外烧多少资本开支，因为它是建立在亚马逊已有的购物数据和流量上，属于纯利润率很高的业务，对冲了云计算这边重资产投入的压力。又到了说风险的环节了，亚马逊有部分的风险是大多数乐观报告会刻意淡化的。第一，就是前面说的自由现金流问题，这不是会计游戏，是真实的资金压力。2000亿美元的资本开支，
意味着接下来一年，亚马逊要么动用账上现金，要么继续举债。事实上，一季度它新发了500多亿美元的长期债券，账上长期负债从去年底的650多亿一下子涨到1190亿，几乎翻倍。借钱建数据中心不是问题，问题是如果这些数据中心建好之后，需求没有跟上来，折旧和利息会变成长期的财务负担，这就是市场上常说的产能过剩风险，只不过换成了 AI 算力的版本。第二，电力和实际建设进度可能跟不上订单速度。亚马逊计划到2027年底把数据中心的电力容量翻倍，但美国本土的电网接入排队，地方社区对建数据中心的反对声音都可能拖慢实际投产的速度。如果订单储备转化成实际收入的速度比预期慢，那前面说的3600亿订单就只是纸面上的数字，兑现周期会被拉长，市场对这家公司的估值逻辑也会跟着调整。第三，监管。欧盟正在审查云服务的政府采购规则，这可能影响 AWS 在欧洲拿政府合同的能力。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针对亚马逊的反垄断诉讼，预计在2026年中段或者更晚开庭。如果判决不利，可能涉及业务拆分或者经营方式的强制调整。这种监管风险不是靠财报数字能提前算出来的，但一旦落地，对股价的冲击会很直接。第四，估值已经不便宜，目前亚马逊的市盈率大概在29倍左右，高于零售同行平均的23倍。市场愿意给这么高的估值，本质上是在为 AI 算力投资未来会兑现成利润这件事提前买单。如果接下来几个季度自由现金流持续低迷，资本开支没有看到对应的收入兑现，这种提前买单的耐心是会被消耗掉的。现在华尔街分析师整体偏乐观，平均目标价在310美元上下，多数评级是买入，逻辑基本聚焦在 AWS 加速、广告增长、自研芯片这几个亮点上。这些理由本身没错，但主流叙事有意无意地把利润大超预期这件事和现金流几乎枯竭这件事分开讲，很少有人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看。我自己的解读是，亚马逊现在处在一个赌注很大的节点上，它的管理层赌的是，只要算力建得足够快、足够多，客户需求一定会涌进来填满这些产能。今天看起来吓人的资本开支，几年后会变成持续不断的云服务收入。如果这个赌注押对了，现在的股价相对未来的盈利能力其实是便宜的。如果押错了，或者哪怕只是兑现的速度比预期慢1-2年，自由现金流见底的状态会持续更久，股价会经历一段比较痛苦的消化期。这一点上来说，和上一期说的微软有点类似。今年美股7巨头的表现都不怎么亮眼，但我觉得机遇也许就在这里。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买还是不买的问题，更准确的问题是，你愿不愿意陪着这家公司熬过这段资本开支最猛、现金流最紧张的阶段，去赌2-3年后 AWS 和广告业务能不能把现在烧掉的钱转化成实打实的利润增长。亚马逊现在的财报比表面上那个漂亮的盈利数字复杂得多。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我们下期再聊。